不同人制作重叠方块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制作重叠方块那可太简单了，我已经做过好几次了，看我现在怎么操作吧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一个投掷器，在上面放上方块，再装上开关启动，把这个方块给投掷出去。接着我们来到方块要落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旋转方块的装置。做好以后，回到投掷器的位置，然后再放上一个不一样的方块，把它给投掷出去。你们看，这两个方块就重叠在一起了，是不是特别厉害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我早就会了，今天我教你们一个其他的方法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挖一个7字形的坑，挖好以后放上转轴方块和导电方块，再在方块上竖着放上2扇门，接着在前面坑里倒满水，然后装上开关，启动转轴方块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拿出岩浆往这个方块上倒。你们看，2个方块就叠影了，是不是比小表弟做的那个好多了？不同人制作爆炸足球，小表弟制作。制作爆炸足球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我做的爆炸足球那是1等1的厉害。首先在地上挖4个2格深的坑，在每个坑里放上炸药桶，接着拿出草块把坑给封上，然后每个坑上放一个赶压板，最后在中间放上足球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现在只要有人想过来踢球，就等着被炸药桶给炸飞了。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个啥呀？这么明显的陷阱谁会去啊？我做的爆炸足球完全看不出来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一个足球，接着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进入区域，把这个区域框选在这个足球上，然后点击动作，点击道具，选择创建投掷物，投掷物的类型选择火箭弹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就大功告成了。现在只要有人去踢这个球，就会直接被炸飞。不同人制作黄金平底锅，小表弟制作。不就是制作一个黄金平底锅吗？那对我来说就跟考试一样简单。我咋记得你考试都是0分？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上模型工具台，接着拿出黄色方块和黑色方块，在这里面制作一个超大的平底锅。制作好以后，回到工具台把它给生成出来。你们看，一个黄金平底锅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个方法也太笨太慢了吧，我做的平底锅比他那个厉害多了。首先我们打开插件库，点击道具，在道具里找到彩蛋，把彩蛋的外观模型换成平底锅，记得要勾选一个可以拾回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游戏，丢出黄金平底锅。不光黄金平底锅，还有孔雀平底锅、蓝晶石平底锅，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牛多了？不同人让生物飞行，小表弟制作。让生物飞起来，那不是有手就行吗？我的方法可以一次性让100只生物飞起来。首先我们拿出空气方块往地上叠，在空中搭建出一个高台。搭建好以后放上方块，再拿出生物蛋，把它们放在这个高台上面。放好以后转换玩法模式，你们看生物不就飞在空中了吗？是不是特别的牛逼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个啥玩意啊？我看了真是想笑，我做的生物才是真的会飞。首先我们打开插件库，点击生物，在生物栏里找到萤火虫，接着把萤火虫的外观模型换成你喜欢的生物，换好以后就可以进入游戏了。最后在游戏中放出萤火虫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，生物就飞起来了。我做的这个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更像在飞行？哇塞，狗华不愧是狗华，这做的也太厉害了。不同人制作纪念碑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今天又是我小恐龙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我现在就发挥我的想象力，给你们做一个超级纪念碑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一个石碑，接着拿出树叶把这个墓碑给围一圈，
围好以后再拿出鲜花种在石碑的前面。你们看，我的纪念碑就大功告成了。你这我咋越看越像是个墓碑？狗华制作，小表弟那做的也太奇葩了吧！我做的纪念碑比他那个好看多了。首先，我们把时间调成晚上，在地上放上火堆，点上火烤肉。烤好以后，等着野人给我们跳舞，跳完舞把他驯服成我们的伙伴，接着给他喂吃的，再给他能量剑。这一切做好以后，把他给打败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打开野人留下的背包，接着就会获得一枚徽章。现在我们把徽章和石碑放到一起，你们看一个不一样的纪念碑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做得很牛？不同人制作巨型足球，小表弟制作。今天又是我小恐龙大显身手的时候，制作巨型足球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首先，我们进入微缩资源库，在搜索栏搜索足球，下载一个你觉得你最逼真的模型，接着打开插件库，点击生物，随便选择一个生物，把它的外观模型换成足球模型，然后点击道具，选择任意一把武器，给它添加一个变大的技能，变大效果调成最大，最后进入游戏放出生物，使用武器把它给变大。你们看，一个巨型足球就大功告成了，我的方法是不是特别厉害？狗华制作，小表弟那做的足球就是个模型，我做的可是真正的足球，看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拿出一个发射器放在地上，接着在里面按照顺序放上足球、毒水、钻头、烤鸡，现在装上开关，启动3次。你们看，一个超级大足球就出现了，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牛多了？不同人制作蓝色液体，小表弟制作。今天的比赛对我来说真是太简单了，制作蓝色液体非常的简单，现在就看我来教你们制作。首先在地上放上模型工具台，接着拿出黑色硬砂块做出一个杯子的形状。做好以后，再拿出蓝色硬砂块，把杯子第2格的位置封起来。最后回到模型工具台，把这个模型给生成。你们看，一杯蓝色的液体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是不是很牛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个啥呀？那个水根本就倒不出来，我做的才是真正的蓝色液体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坑，在里面倒上水。接着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，按下按键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在位置上播放特效，特效类型点击火焰，在火焰类型里面选择蓝色火焰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跳进坑里，按下按键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，我这蓝色的水像是仙水一样。不同人制作披萨陷阱，小表弟制作。身为一个经常捣蛋的熊孩子，制作陷阱我可太拿手了，保证让吃披萨的人有来无回。你们看，我的蛋糕陷阱就大功告成了。现在只要有人过去吃披萨的话，等披萨吃完就会立马掉进岩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反应啊？有没有小伙伴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这次做的感觉还不错，不过还是比不过我，我做的比他那个好玩多了。首先，我们使用任意方块搭建一个房子。顶上不需要封起来，再拿出爆爆弹把里面给放满。放满以后，拿出披萨放在你想放的地方，再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，点击方块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改变玩家位置，把这个位置放在爆爆弹中间。
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现在只要有人去吃披萨，立马就会被传送到爆爆弹中间，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好玩多了？不同人制作双层团子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怎么一天天都是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比赛？制作双层团子别提多简单了。首先我们进入插件库，在插件库里找到团子，把它的移动特性改为不可移动。接着我们在游戏中放出一个团子，然后飞到团子的头上，再拿出粽子吃掉。你们看，我的双层团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也太烂了吧！我做的双层团子比他那个牛多了。首先，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团子，接着拿出泡泡糖，把团子给驯服。驯服完以后，坐到团子身上，吃一个年糕，让自己变小，最后再吃一个粽子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，我现在就把双层团子给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逼真？正好啊！Oh my god！不同人制作信号枪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今天的比赛我太喜欢了，因为我经常玩吃鸡，所以信号枪我特别熟悉。首先，我们打开插件库，点击道具，在道具库里找到左轮手枪，把它的子弹换成黑龙岩浆球就行了。现在我们朝天上发射，你们看像不像发射信号弹时候的红色烟雾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算什么信号枪呀？信号枪那是要召唤空投的，还是看我来制作吧。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道具，选择投掷物进入区域，区域设置在你想设置的地方。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方块握，选择复制方块到指定区域，这个区域里一定要放空投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现在只要对着区域里射击，就会出现空投，牛不牛？ Oh my god！